果現有人口政策、務工政策、移民政策長期不調整，任由人口結構持續倾斜，那麼印加坡從一句玩笑变成现實，只是時間的問題。如果有一天你打開地圖，發現世界上突然多出來一個國家，它的名字叫做印加坡，你第一反應是什麼？很多人可能會笑我只聽說過新加坡，這印加坡是個什麼鬼？新加坡啥時候改名了？但有意思的是最近印加坡這3個字真的把新加坡給整破防。有人發視頻被刪，有人發帖子被屏蔽，有人調侃一句，官方直接出來辟謠。結果呢，本來還沒有多少人知道的事兒，被新加坡自個兒越描越黑。這一頓操作下來，全世界都給知道了。我当时看着新聞真是給樂了。你說你一個以言論自由、商業開放標榜的國際金融中心，怎麼一聽到幾個網友起的外號，就跟被踩了尾巴的貓一樣，連境外勢力這種陳舊劇本都給搬出來了。所以問題來了，為什麼區區3個字會讓一向以理性、精英治理著稱的新加坡如此緊張？我是不愛放大招的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友記。原本好好的新加坡，一夜之間被網友玩梗改名，從南洋花園城市硬生生調侃成了印度第二故鄉。就因為民間一句隨口的玩笑，新加坡官方直接就坐不住，又是公開闢謠，又是官方表態，又是全網刪帖屏蔽，一套組合拳打得行雲流水。可越是拼命遮掩，外界議論聲反而越大，活脫脫上演了一出此地無銀300兩的現實大戏。不少網友調侃說，這哪是闢謠分明是主動把瓜遞到全世界的面前，越解釋越尷尬，越打壓越實錘。新加坡這次算是徹底破防。看到這兒，很多人可能只把它當成一個網絡段子，一場無聊的地域調侃，覺得無非就是當地外來人口變多，官方小題大做而已。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絕不止表面上這個網友玩梗，官方急這麼簡單。拋開網絡玩笑的外衣，深挖背後的人口結構、國策選擇、族群博弈、地緣困境，你會發現印加坡這個戲稱不是憑空而來的玩笑，而是一座微型國家在人口、勞動力、外交、族群平衡4大難題夾擊下，走到了進退兩難的十字路口。中國有一句千古箴言：防民之口，基於防川。川擁而潰，傷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2000多年前，古人早已看透一個道理：輿論就像江河流水，堵不如疏，強行封堵會意掩蓋，非但不能平息聲音，反而會讓情緒跟矛盾不斷積壓，最終迎來更大的爆發。而一座國家、一個社會的族群結構、人口走向，更是遵循量变積累、終成質變的客觀規律。人力可以短期干預，卻沒辦法長久逆大勢而行。今天咱們就借着印加坡這個熱點，跳出普通人看熱鬧的視角，從人口邏輯、國策邏輯、族群歷史、小國生存法則4個維度，層層剝開表象，聊聊這新加坡為何會走到今天這一步，官方為何反應如此激烈，民間的焦慮又從何而來？更重要的是，結合歷史經驗與現實規律，探討這座城市國家當下的困境以及可行的破局思路。全程乾貨滿滿，建議大家耐心看完，相信一定會刷新你對新加坡的認知。咱們先把整個事兒來龍去脈復盤一遍，避免大家只看碎片化的段子，看不清前因後果。這件事的起點就是普通游客跟新加坡本地居民的直觀感受。最近幾年，不管是去新加坡旅遊的外國人，還是常年生活在当地的本地人，都发现了一個肉眼可見的變化。走在新加坡的街頭、繁華商圈、地鐵車廂、居民區祖屋，印度三哥的面孔越來越多。尤其是牛車水、寶塔街這些傳統華人聚集區，以及原本的小印度片區，街頭的語言、飲食、生活習慣都發生了明顯的改變。滿街的咖喱味兒，不同的服飾裝扮，耳邊響起的陌生語言，讓很多人忍不住打趣：我這到底是到了新加坡，還是誤闖了印度？久而久之網絡上就誕生了印加坡、新加坡這2個戲謔的外號。大家一開始只是單純玩梗，調侃當地外來人口占比激增，順帶吐槽日常出行、生活裡的直觀變化。這言論本身並沒有惡意，充其量就是網友茶餘飯後的談資，就像我們平時調侃三哥一樣。可誰也沒想到，這句玩笑話直接戳中了新加坡官方最敏感的一根神經。
風波發酵之後新加坡高層迅速下場表態，該國數碼發展及新聞部長楊立明公開發聲，直接定性所謂印加坡華人被邊緣化等說法全部都是無稽之談，毫無事實根據，並不代表新加坡民眾的真實想法，甚至話裡話外暗示這類言論背後有境外勢力挑撥離間，意圖破壞當地的穩定。光有口頭闢謠還不夠，新加坡相關執法部門緊接着出手，手段相當強硬。警方直接下令屏蔽全网14条相關視頻跟帖子，同時向什麼 YouTube、Facebook、海外社交平台叉等主流海外平台下達要求，勒令24小時刪除所有相關內容。給出的官方理由十分標準，此類言論破壞種族和諧，涉嫌煽動族群對立。一邊是網友輕鬆玩梗，一邊是官方雷霆手段刪帖、封號、屏蔽。這種巨大的反差瞬間讓整個事件徹底出圈。原本只是小众圈子調侃，因為官方的强力打壓傳遍了整個互聯網，這就出現了一個極具諷刺性的局面。官方越想捂住消息，否認現狀，外界的討論聲就越大，越想壓制輿論，印加坡這個外號就傳播的越廣，典型的欲蓋彌彰。面對官方的全盤否定，新加坡本地民眾的感受卻截然相反。很多当地居民直言不讳，我們每天擠地鐵、上班通勤、租房買房、逛商場，身邊人群的变化是實打實的能感受到的。這不是憑空捏造，是每一天的生活日常。但政府不分青紅皂白，直接把民眾的真實感受定義為造謠、被誤導。這種個人感受被無視、心聲被否定的滋味，讓很多本地人心裡倍感憋屈。這也是整個事件裡最核心的民間痛點。說到這兒，很多朋友會產生第一個疑問：新加坡官方不是有公開數據嗎？按照官方公布的統計，印度裔人口在新加坡總人口占比僅僅只有 9%。從紙面數據來看，比例並不高，遠遠達不到佔領主導的程度。那為什麼民眾的體感跟官方數據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割裂？這就是我們要講的第一個視角：統計數據從來不等於生活體感。我們看待人口結構不能只看全域人口總占比，還要拆分居住區域、從業領域、活動場景這3個維度。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，是典型的城市型國家，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區、商圈、交通樞紐、服務業場所、工業園區。從從業分布來看，如今新加坡的服務業、建築行業、IT 外包業、基礎文職崗位裡，印度裔勞工、技術人員、外來從業者占比極高。這些行業恰恰是普通人日常接觸最多的領域。我們出門消費、坐車、辦事、逛街，打交道的大多是服務行業從業者，自然會頻繁地接觸到印度裔群體。而高端寫字樓、本土老牌企業、公職體系裡，本土族群占比依舊穩固，普通人卻很少涉足。從區域分布來看，外來務工人員、外籍從業者大多集中在地鐵沿線、居民區、商業街區高度扎堆，而本土富人、老牌族群則分布在低密度住宅區、高端圈层，两者活動的區域相對分割。全域 9% 的人口比例，一旦高度集中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圈裡，體感占比会直接翻倍，甚至数倍放大。這就好比一個小區，整個小區外來人口只占1成，但小區門口的超市、保安、快遞、保潔全是外來人員。住在小區裡的居民每天接觸到幾乎都是外來面孔，自然會感覺這裡到處都是外地人。數據沒有說謊，但數據掩蓋了人口分布不均的現實，這也是官方跟民眾產生認知分歧的核心原因。搞懂了數據與體感割裂的問題，我們再往更深層挖。新加坡明知道大量引入印度裔人口會改變本地族群的氛圍，引發民間焦慮，為什麼還要持續開放政策，源源不斷吸納外來勞工跟專業人才？這不是明知故犯嗎？答案很簡單，不是新加坡想這麼做，而是他沒得選。這是小國生存的無奈之舉。管子有言，地大而不耕，則民無食；小眾而不治，則國無綱。一個國家的發展永遠繞不開土地、人口、生產力3大根基。新加坡如今正深陷人口困局當中。首先，第一個致命問題，人口老齡化加生育率持續低迷。新加坡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，本土居民生育意願極低，新生人口增長乏力。與此同時經濟發達，醫療水平先進，人均壽命不斷提升，老齡化速度逐年加快。一邊是年輕人越來越少，一邊是老年人越來越多，本土勞動力缺口一年比一年大。
一個城市國家沒有廣袤的土地，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，新加坡能立足東南亞，成為世界級金融中心、貿易樞紐、工業強國，依靠的只有2樣東西：區位優勢跟人力生產力。沒有足夠的勞動力，服務業會癱瘓，製造業會萎縮，貿易運轉會停滯，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就會搖搖欲墜。而本土年輕人數量不足，本土勞動力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求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引進外籍勞動力、外籍專業人才，用外來人口填補勞動力缺口。這是所有小型發達經濟體的通用選擇，新加坡也不例外。其次第2個現實考量，用工成本與人才選擇。放眼整個東南亞及周邊地區，印度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，英語普及率極高，基礎教育普及度廣，大量普通勞工、技術人員、IT 從業者願意遠赴海外務工，並且用工成本相對可控。對於新加坡而言，印度勞動力供給量大，適配性強，入職門檻低，是填補基礎崗位跟終端技術崗位的最優選擇之一。兩相疊加之下，新加坡的移民政策、務工簽證政策持續向印度籍人群傾斜，久而久之流入當地的印度裔人口越來越多，從短期補充勞動力慢慢演變成改變城市人口氛圍的長期趨勢。說到這兒，大家就能理解了吧？民間調侃印加坡，本質上是普通人對生活環境改变、族群氛圍變化、就業資源競爭的直觀焦慮，而官方呢拼命闢謠、刪帖、壓制輿論，也並非單純的玻璃心，而是背後有更深層的族群平衡焦慮。這就是今天的第2個刁鑽的視角。新加坡的立國根基是多元種族平衡，族群穩定大於一切。熟悉新加坡歷史的朋友都知道，新加坡的族群結構以華族、馬來族、印度族、歐亞裔4大族群為主。從建國之初，多元種族和諧共處就被定為國家核心的國策，也是這個彈丸小國能夠長久治安的根本。追溯歷史南洋地區自古族群混雜，歷史上多次爆發過族群衝突、矛盾對立。慘痛的過往讓新加坡歷屆政府都達成了共識，族群撕裂就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危機。國土太小，沒有戰略縱深，一旦內部族群矛盾激化，外部勢力再趁機介入，整個國家會陷入動盪。所以新加坡有政策都會優先考慮族群平衡。當印加坡華人被邊緣化，這類言論開始傳播，在官方的視角裡這已經不是簡單的網絡玩梗，而是有可能挑起族群對立，打破現有平衡的風險信號。一方面，本土華人群體產生焦慮，擔心本土文化被外來文化稀釋，生活習慣被改變，就業、居住、教育等公共資源被擠占。另一方面，大量遷入的印度裔群體也會因為網絡調侃產生抵觸情緒，覺得被區別對待、被非議，兩種情緒不斷發酵，很容易從線上言論演變成線下的族群隔閡。站在政府的角度，為了維護來之不易的族群穩定，必須第一時間出手降溫，壓制相關的言論。這就是官方反應過激的核心原因，不是心虛，而是恐懼。恐懼族群平衡被打破，但問題隨之而來。這就回到我們開篇所言，防民之口基於防川。新加坡選擇了堵的方式，強行屏蔽、刪帖、否定民眾感受。可矛盾的根源，勞動力缺口、外來人口持續流入，體感落差沒有得到任何解決。堵得住言論，堵不住人口流动，刪得掉帖子，刪不掉民众的心理焦慮。於是就形成一個無解的死循環。經濟發展需要大量引入外籍人口，人口結構改變引發民間調侃與焦慮，官方為維穩強行壓制輿論，輿論轉入地下，猜忌跟不滿進一步加深，族群隔閡悄然加劇。這也是印加坡風波背後最讓人擔憂的地兒。玩梗只是表象，循環往復的矛盾才是真正的隱患。除此之外，我們再延伸一層地缘視角，這也是第3個普通人很少關注的角度。新加坡與印度的外交綁定，進一步加速了人口流動。最近這些年，新加坡在外交層面跟印度越走越近，雙方在經貿、科技、航運、區域合作上深度綁定，外交關係升溫，必然會帶動人員往來、商務合作、勞務輸出。兩國互動頻繁，印度裔商人、技術人才、務工人員进入新加坡的渠道就越通暢，人口流入的規模自然水涨船高。這也就解釋了網友的另一個觀點：新加坡嘴上看似親近印度，內心卻十分矛盾。從文化、族群根源上，新加坡主流社會跟印度存在着明顯的差異，也清楚部分外界對印度的刻板印象。
但從經濟、外交、現實利益出發，又不得不繼續靠攏。這種表面親近、內心糾結的狀態，讓整個國家在政策上左右搖擺，也讓民間的情緒更加複雜。一邊是利益驅使，不得不敞開大門；一邊是族群穩定，不得不嚴防輿論。裡外兩難，進退失據。被一句網絡玩笑戳中痛點後，自然會立刻炸。說完當下的現狀、邏輯、矛盾，我們再拉長時間線，結合南洋地區數百年的族群變遷歷史，以及量變到質變的規律，來預判長期發展趨勢。荀子有言：“不積跬步，無以至千里；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”任何結構的改變都是日復一日積累的結果。如今，新加坡外來印度人口逐年遞增，區域分布、行業占比持續走高，這就是典型的量變過程。如果現有人口政策、務工政策、移民政策長期不調整，任由人口結構持續傾斜，那麼印加坡從一句玩笑變成現實，只是時間的問題。很多網友提到了一個參照案例：馬來西亞。歷史上，馬來西亞同樣是多元族群國家，曾經華人在經濟、文化領域占據重要地位，而隨着人口結構、政策導向的長期變化，族群地位、資源分配逐漸失衡，當地華人慢慢淪為弱勢族群，權益跟話語權不斷被壓縮。前車之鑑，後事之師。馬來西亞的族群演變歷史，就是一面擺在新加坡面前的鏡子，這也是新加坡本土民眾最深層的長遠痛點。大家害怕當下的趨勢不斷延續，最終重蹈覆辙，本土主流族群慢慢被邊緣化，文化、權益、生存空間不断收縮。這種擔憂絕非杞人憂天。一座城市國家，國土固定，資源固定，公共資源總量固定，外來人口持續大規模湧入，必然會帶來就業競爭、住房緊張、教育醫療資源分流、本土文化稀釋等一系列問題。短期可以靠政策調和，長期如果比例徹底失衡，秩序必然改寫。說到這兒，很多粉絲會問：難道新加坡只能被困在這個死局裡嗎？一邊發展經濟，填補勞動力缺口，一邊要守住族群平衡，安撫民間情緒，魚跟熊掌真的不能兼得嗎？接下來結合歷史經驗、現代國家治理邏輯，我們重點聊聊解決方案與破局思路，這也是本期視頻的核心價值所在。短期来看，改賭為輸，化解輿論對立，少一些煽帖封號，多一些公開透明，少一些否認現實，多一些坦誠的溝通。民众真正需要的不是官方告訴他们你沒看見，而是官方願意解釋你為什麼會看見。中期來看呢，需要對外來人口政策進行精細化調整，堅持引精英、控規模、穩節奏，同時呢，提升本土勞動力競爭，減少社會焦慮跟資源競爭感。而長期來看呢，則必須完成國家發展模式升級，通過科技創新、產業轉型，提高生育率，逐步擺脫對大量外籍勞動力的依賴，同時建立更強的國家認同，讓不同族群先認同自己是新加坡人，而不是被困在族群的標籤之中。中庸講質兩用中，一個國家最怕的不是開放，也不是保守，而是失去平衡。開放過頭可能動搖根基，封閉過頭呢，又可能錯失未來。真正的高明治理從來不是壓制聲音，而是傾聽聲音；不是掩蓋問題，而是解決問題。同志們，印加坡這3個字是一面鏡子，它造出的不僅僅是新加坡的困境，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。當全球化撕碎了地理邊界，當效率的狂飆強行撞擊文化的壁壘，當經濟發展的賬本與民生生存的體感產生劇烈撕裂，任何試圖用傲慢去抹平現實的行為，最終都將成為歷史的注腳。歷史告訴我們，一個國家的強盛從來不是靠刪掉幾條評論就能換來的，也不是靠掩蓋數據就能長久治安。真正的底氣源於對內心的坦誠，源於对民众焦慮的共情，源於在波濤洶湧的時代洪流中能夠守住那份名為主體性的燈火。新加坡究竟是一路向西，融入多元的浪潮中消融自我，還是重塑根骨，在巨變中尋回平衡？答案不在楊立明的闢謠裡，不在冷冰冰的統計報表裡，而在生活在每一間祖屋，穿梭在每一個地鐵站裡普通人的目光中。我是白方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